解放军东部战区19日在台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战备警巡，举行海空等兵力联合演训。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这次演习极大出乎台湾方面的意料，全向围岛进逼的特征更引起外界高度关注。欢迎订阅本频道，这次是奇袭。根据台军20日公布的解放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从19日6时至20日6时，一共发现解放军军机45架次，军舰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7架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西南空域。台湾联合报20日称，为应对解放军演习，台军也出动了战斗机和军舰进行监控。台军当天发布成功击护卫舰田单号监控解放军导弹护卫舰徐州舰的画面，以及台空军从西岸起飞的 IDF 战斗机，从东岸起飞的 F-16战斗机分批升空警戒的画面。报道称，这也证明解放军此波军演部队在台湾海峡、东部海空域同时出没。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解放军东部战区这次演习显然极大出乎台湾方面的意料。就在几天前，台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还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为止我方没有看到中共有相对比较大规模的演习或行动。对此，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19日表示，解放军这次是奇袭，新闻在早上9时发布，中午12时飞机就过来了。他感叹说，如果这次演习真的是作战，解放军3小时就到台湾上空了，台湾有多少时间可以反应？厉正杰称，解放军选在星期六演习，台军大都在休假，只能出动少数值班部队。他还提到，解放军此次演习规模是联合作战，包括歼10、歼11属于夺取制权飞机，还有预警机空警500、重型战斗机歼16以及护卫舰等机舰参演。对此，大陆军事专家傅前绍2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军所有的训练都是以实战化为背景的演训。可以说，现在能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平时的训练和大规模演训可以说是已经融为一体。无论台海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随时举行演练。这展现了我军各军兵种和战区在平常的训练水平，并且都是有针对性的。同时，这也说明我军各军兵种联合指挥控制已经完全打通了指挥链、通信链，按照各种各样不同的预案，随时都能展开相应的高强度的演训。过去搞演训可能比较复杂，尤其是这种多军种联合演训要组织很长时间。现在我们已经能做到随时能战，这点对岸要好好看清楚。演习地点有讲究，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下达行动指令后，战区海军多艘驱逐舰、护卫舰、导弹快艇，战区空军歼击机、轰炸机、干扰机编队，火箭军长导火力单元等任务兵力，快速向预定区域机动集结，展开作战部署。在多元情报信息支撑下，各作战平台根据任务编组、体系出击，协同行动，按计划抵达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多方向、立体式、长时段抵近设压，塑造全向围岛进逼之势。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我军塑造全向围岛进逼之势，就是指全向围绕整个台湾岛实施设战。在对台军事斗争期间，需要考虑的是让台独分子和域外势力没有可乘之机，不能给他们留有余地，这就需要全向设战，全向逼近。对进出台湾岛的各种军事装备，无论是台军的还是美军的，都要进行压制，来确保我们对整个台湾岛治权，包括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制信息权、制电磁权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完全的一边倒的压制，来让对方没有反抗的可能。傅前绍也认为，解放军这次演习中出现的全向围岛进逼，表明现在围绕台湾的各个海空域，我军随时都可以去环岛演训的情况很多。根据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在台岛北部，多艘驱护舰艇采取高速机动和隐蔽接敌方式占领有利阵位，对敌海上目标实施模拟打击。在台岛以东，解放军舰艇编队根据现场态势组织超视距对海打击、近距反击等科目演练。台岛西南，水面舰艇与反潜直升机组网建链，构成海空立体联合反潜体系。
对水下目标展开广域搜索，对可疑目标快速多元验证展开模拟攻击。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明确表示，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傅前哨表示，从解放军演习的重点来看，距离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比较近的海域，以及台方一些重点港口基地附近的海域，是我们加强战训演练的地点，依托情报实现协同作战。东部战区这次演习还突出了多元情报信息。傅前哨介绍说，多元情报信息是指各个军兵种不同的平台所搜集到的情报信息，比如卫星、侦察机、预警机、电子对抗飞机、无人机等不同侦察平台搜集到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平时始终都在监视的，一旦需要采取行动，这些信息就可以立即分发给指挥中心和各个作战单元。除了台岛本身，周边的海空域以及周边国家的相关情况也能够实时的监控掌握。信息在现代化战争中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如果不能持续及时掌握信息，仗就很难打。我军在信息化作战条件下，对于敌我双方相关信息的及时掌握和分析使用等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东部战区发布的现场照片和视频可以发现，解放军在这次演习中出动了海军多艘驱逐舰、护卫舰、导弹快艇、战区空军歼击机、预警机、干扰机编队、火箭军长导火力单元等部队，他们背后都有情报信息的支持。例如这次演习中，导弹快艇联合岸导突击群和电子对抗关通部队，对敌机动目标实施全时追瞄。宋忠平认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依托情报支撑进行协同作战的场景。电子对抗关通部队从广义上来讲，都可以算作获取情报信息的作战力量。任务中，敌机动目标的实时情报由电子对抗关通部队获取，战场中的作战平台根据情报对敌机动目标进行追瞄、打击。